们在 2.1 把一些 essential 的那个 quantum gate 的大略介绍一下。那现在就开始认真来看看我们的这一个简单的量子电路是怎么设计的。所以我们2至2就开始讲 1 qubit 的那个 quantum circuit。那就慢慢的有程式设计的感觉了。那首先第一个例子我先看结果再回来跑程式。我串的1、2、3、4个那个量子闸在上面，有没有？好，我来先跑一下程式，让我们的感觉一下感觉一下我们的那个跑程式的感觉这样好，我来跑2至1不用了，我现在跑2至2这样好，那我就把我的那个ready to go 这样所以我现在准备有2个例子在上面所以这边变得非常简单那记得同学就是你如果说再重新开始跑的时候，一定要再重灌这个3行这样好，那我就把2至1 2.1 的程式把它拉进来来跑一遍。好，那让各位感觉一下好，很快。所以我有4个闸，我用了一个 H 闸，一个 S 闸，一个 H 闸，再一个 T 闸。那它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很快来做一个分解做一个分解。所以它这里的程式很明显就是说，一开始有没有？我就载入这一个什么 Qiskit 有没有？然后就把这个量子的那个电路的相关套件把它 import 进来。那 import 进来以后，我就宣告一个什么？所以平常我自己的讲法，我就变成一个 channel， 一个quantum channel。所以它等于是一个 bit 就是一个 1 qubit。1 qubit 的一个 channel， 或者你叫做 qubit 的 channel 也可以。那宣告成一个 bit。那在这个 channel 上面，你们看出来，他就说，他就名字给它叫 circuit， 所以它有一个叫 circuit 的怎么样？的那个一个什么一个反正是 anyway， 它类似一个 pointer 或者是一个 variable 都可以那他就说就挂了一个什么上去，挂一个 H 闸，再挂一个什么 S 闸，再挂一个 H 闸。那再挂一个什么？再挂一个 T 闸，你可以看到，我像如此类推，一个闸、2个闸、3个闸、4个闸挂上去。那挂完以后呢，就是怎样？就是要把它画出来。那记得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直接跑到那个 IBM 的那一个Quantum Lab 去跑的时候，因为它都帮你做好执行环境了，所以包括那个数学画图的部分，它都已经内建了，所以它这边是空格的。那如果说你要把它 copy 出来，要在 Colab 来跑的话，记得要补这个，要不然绘图的那个模型就跑不出来了就跑不出来。所以这个同学要稍微注意一下好，那这个刚刚看到那里面有几个闸没有？所以第一个 H 闸就是我们的 Hadamard Gate 那第二个 S 闸呢，就是它的一个相位转换的一个闸这样那 H 又是一个 Hadamard， 那 T 的话又另外的一个闸这样所以它有各种不同闸。那这个没有关系，后面我们去开始研究比较大的那个 algorithm 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这些闸它到底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今天就先学会它的一个基本变化这样。那这个闸它到底做什么事情？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数学分析因为平常还是要分析，因为这个就是一般来讲它会给一个 initial state， initial 的那个 state 就是说初始的状态这样。那初始状态一般给的话是给什么呢？是给这一个0，给0有没有？给那个0这样。那0的话我们也知道说0等于什么？0等于10。所以当我喂进来的时候，计算的时候就这个得到结果，这个是10然后呢这个结果变成什么？变 H 跟谁做计算？跟10做计算所以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是这个式子。就等于这个如果直接写在里头，有没有 1 over 根号2 1 over 根号2这样子然后再继续计算，那继续计算有没有就得到这个结果得到这个结果。那 S 的话那个闸它刚刚已经给我们了嘛，给我们看出来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困难然后再来什么继续在这边再做计算，没有？那计算就是这个结果出来就是这个结果出来。那最后呢好复杂你看最后的结果再做一次计算，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得到这个结果，我们看到得到我们要的这个结果所以原则上就是说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些数学变化。那这些数学变化它有一些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在下一节会讲到量子的那个分离跟那一个纠缠的一些观念那后面再来慢慢的诠释这样所以原则上最后的结果
最后的结果我们得到这个结果，没有得到这个结果。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 Compton 就是说我们就说我们叫 Compton 就是 Compton 就是 Compton state 或者叫 Compton vector。那 Compton state 的一个结果就是说这一个的绝对值平方跟这个的绝对值平方要等于1。那它的绝对值平方我们就把它叫做几率，叫 probability 这样。所以你发现这个式子有没有说这里的你可以看到我们的1加 i over 2的平方再加上1 over 根号2的平方，能看出来？那各位记得就是说 z 的平方就等于 z 乘上它的共2，所以这个式子很明显等于怎样？就等于1/4的2，有没有？再加上什么1/2，所以答案等于1，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等于说这个的几率是1/2，那这个几率呢也是1/2，有没有看到？所以它们是相同的。那这种式子我们就叫量子叠加。我再把它写一遍 super， 那这几个单字要背一下superposition， 这量子叠加里面它是由零态跟一态的两个这个向量所叠加出来的，所以从一开始零态的 input 到最后输出的结果是长得这个样子，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这个就可以看出它的一个变化出来这样。那问题来了就是说在 IBM 的那一个Qiskit 里面讲说你觉得那个很 boring 我就先让你们感觉一下，就是说用这个 Q 太丑了嘛，我可不可以改一个我的名字？比如说你是某某姓你要用你的姓来改，可不可以？可以。他就又把这个整个 circuit 在宣告他的那个记忆的时候，就把名字就给一个 W， 给一个 W， 那这个整个重新就再跑一遍这样。所以我们还是最后因为这一章是很简单就是真正勒几个板子给你看这样所以就没有什么太困难因为我们东西蛮多的，我会慢慢的依序来讲所以我就尽量不要把东西附太多在某一个节里这边这样好，所以你可以看还不错，我就可以换一个名字。那这种 source code 当然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就会慢慢的熟悉那如果说你比较能够记忆就把它记忆，那不能记忆的话有这个 source code你就可以到时候拿出来使用这样子所以这个便没有什么太困难没有什么太困难所以它提供的很多的机制让我们来灵活应用好，那这个就变成刚刚跑出来的，这个是最后的新结果，这个是旧结果这样好，所以这一节就是告诉我们说很简单，非常简单，就是我勒了一个1 qubit 的一个什么一个 circuit 出来，那我就叫做一个 channel 这样子那像刚刚在前面讲过说，当你是2×2就是2个 channel， 所以它的 input 它把它写成是2×2，有没有那 output 呢也它把它写成2×2，原因就是因为2 channel 的时候是4维 input 是4维那输出是4维，那2 channel 的那个4维原因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个 channel 就是2维的那一个结构所以你可以刚刚看到我们都是在做2×2矩阵的计算所以我刚刚很简单的把那个数学算过一次给你们看好，所以都算蛮简单，那后面的话会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复杂这样那各位就先把这个基础先把它练会好。